港是一个以美食闻名的国际都市，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精致菜肴，同时呢，也能寻宝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地道小吃。不过我这次来到香港，非常好奇的是，在这几年间快速崛起的一种大众餐饮，那就是两餸饭。在香港，杂菜饭叫做兩餸飯，广东话的意思就是两道菜配饭。两餸饭通常以套餐形式出售，就是说食客选择任何两道菜，不管是蔬菜还是肉类，都是同样价格。如果是特别菜色，会另行计价，价格也会清楚标明。关闭疫情期间，食客不能堂食，主打外卖的两餸饭店便在那个时候兴起。我们最高峰一个店卖排骨一样，就我们招牌的那个黑醋排骨，卖1吨一天。当时是我们煮不出来，不是夸张哦。他们拿那个票，就你东西一放下，他就疯抢了，真的。因为当时疫情嘛，我们以前上班，员工都很害怕上班。9点多看了一下那个人龙，都还没有断。过去5年，香港卖两餸饭的店家增加了超过1倍。连一度是全球租金最昂贵地段的中环和铜锣湾，也出现许多两餸饭的店铺。以前比如铜锣湾啊、中环那些比较贵的地方啊，不会出现两餸饭的。但是因为这几年的香港的地产啊，有一些低迷了啊，尤其是商业地产啊，所以这个租金啊就大幅下降啊。如果你像在那个铜锣湾，可能租一个地方啊，一个月可能就小地方就可能有30多40万，那你卖多少个这个两餸饭都就是赚不回来。但是现在已经可能降到比如10多万，那就可以有空间给这个两餸饭出现了。从我们刚开始做的第1年，从250家到现在650家，当然这个市场也是有饱和的，就是在洗牌了。我觉得现在市场已经，跟当时已经改变了，就是你不能再按照以前疫情的方式去做这个两餸饭，因为疫情的时候，说白了，客人都没什么选择，要么你自己回家做，要么你买外卖，但是现在无论是两餸饭也好，各式各样的餐饮，其实已经回到正常的轨道了嘛，所以客人的选择性也会多了，那肯定会分掉一些客户。香港餐饮业也面对的就是港人北上，周末北上，这个是一股很大的人潮。而對香港人來說，兩餸飯還是窮人恩物嗎？係啊，係講嗬，但係而家好普遍，即係比較平民化。現在沒有了，現在這個很方便，很好。其實不會，因為我看到很多，哪怕就是一些在港島區消費比較高的，或者是寫字樓的，他們都會選擇兩餸飯啊。而且兩餸飯它有價格的區別是很大的，可以是20來塊到50來塊、50、60來塊，其實跨度是很大的，就根據你的消費能力來選擇。有些人講說吃兩餸飯是消費相機，你認同這樣的觀點嗎？我不是很認同，就是因為其實去茶餐廳裡面吃到的60、70的飯，也相較於來說，也沒有兩餸飯選擇這麼豐富，所以我是不是很建議？我就不太認同，因為消費降級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收入不夠減少。但是我們看數據，香港直至到這個我們2025年第一個季度，我們的工資就指數還是在上漲的，失業率也不是很高，主要就是因為方便，而且它的質量也不是很差，也有一些比較貴價的兩餸飯的，所以不是說兩餸飯就一定便宜的。我們最貴的菜可以去到很貴，可以去到，之前我們賣過活的龍蝦是200多塊錢一份，或者說有一些經典粵菜啊、鮑魚啊什麼，我們過年的時候也會有，銷量很好啊。就是一般你在這種兩餸飯店你是吃不到的。因為咧，佢啲味道咧保留我哋兒時嘅風味啦，咁同埋咧，佢可以令到酒樓嗰啲菜式咧擺落嚟兩餸飯啦，等大家咧即係可以有個回憶啦。我不承認我們是頹飯，只是說對於客人來說是一個選擇性多、便利、快捷的一類餐飲。我說兩餸飯將會繼茶餐廳以後，成為香港另一種餐飲文化。但現在目前的發展來看，我覺得已經是見證了這個事。
走进两餸饭店呢，乍看之下，这些菜色和新加坡非常的相似，不过他们的经营模式和新加坡就大不相同。比方说，食客呢，他们需要先花钱购票，然后再选菜。那这些菜色它其实都是定价的。那我就非常的好奇了，难道这些业者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个成本价格的波动吗？他告诉我，其实在香港当然也是要面对这样的风险，甚至呢还要应对极端天气一整天闭店这样的成本损失。不过提早定价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可以大大的缩短计价的时间，从而增加客流量。看到我面前这些非常美味的港式点心，大家应该都猜到了。我现在来到的呢，就是香港最有特色的餐饮场所——茶餐厅。那坐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这间茶餐厅的老板娘陈太。你好，陈太，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哦。麻烦陈太给我介绍你们餐厅最有特色的、最出名的幾道菜，好不好？呢個包就係賣到滿堂紅啊！哦，一路都被公認，亦都備受愛戴嘅菠蘿油。咁呢個包咧面頭咧係脆嘅，中間咧鬆軟啦，咁啊夾咗一塊好香滑嘅牛油啦。當你食起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去我認為就唔好去點樣去切啦，要上邊至下邊一齊食，咁先至食到個包嗰個口感。呢個就係我食包嘅要求。咁啊，除咗菠蘿油咧，已經係開始咧，我哋就多元化啦。呢一個咧係香港式嘅漢堡包嚟嘅，Hong Kong burger， 同埋一般嘅漢堡包咧係唔同嘅，因為係當你一齊食嘅時候咧，你覺得就係真係喺香港咯，覺得係啦。其實這個是你們最出名的菠蘿油，你們一天可以賣掉多少個啊？賣幾多咧？我從來都冇統計嘅，我一日係個不停咁樣入爐，我淨係知道6點半開始出爐，直到晚上嘅6點半。哇，可以賣到12個小時，這麼長。係變咗你話賣幾多個咧？我唔想去統計咯，冇時間統計至啱，咁就係好事嚟嘅，係。來到這個茶餐廳裡面，我就感覺好熱鬧，好多的這個食客。你們一整天都有這麼多的客人嗎？以前是真的是整天都是滿座的，但是現在這段時期的經濟沒有那麼好了，人數也比較少一點。整個香港都是一樣，就是物料、食材全部都是降價，人工、租金高昂。但是我也想加價呀，我想收支平衡嘛，但是這是比較困難了。我們這個茶餐廳是普羅大眾的地方，也是香港人的祠堂，每天都來這裡的，不是早餐就中午，不是中午就晚餐。我沒有想過這個兩餸飯帶來什麼影響，但是如果你覺得會不會影響我們茶餐廳呢？我自己覺得不會。因為做好我自己就好了，保持我們傳統的，保持我們的風格的、風味的，所以我覺得它不能代替。香港的餐飲業者從來都不缺乏創意和實幹精神，所以他們才能在一個又一個的時代變局當中，創造出如此之多經典流傳的香港美味。而兩餸飯就猶如當下這個時代港人靈活求存的一個縮影。它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經典？這些業者們並沒有給我一個確切的答案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永遠都在為着可能出現的變化而做着準備。